嗨，你好，我是玲玲。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要不要精致穷？贫穷的本质是什么？我太喜欢这一期奇葩说的题目了。今天这种题目它没有绝对的正确，它只是个人的选择。但这个题目跟很多人都有关系，尤其我认为在校的学生也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题目。当我看完他们的辩论之后，我在想我能不能用其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我做了一次尝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可能你也会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观点一，上期我讲到过，人购物的时候会产生多巴胺，让我们感到开心和快乐，而那种期待感才是快乐的源泉。当你得到商品的那一刻，你的心情已经平静了，因为得不到，所以会更想要。而且今天所有的商品广告都在告诉你，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拥有。你的朋友圈会告诉你，他都有了，我怎么可以没有？可是这份快乐可以持续多久呢？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当我以前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件比较贵的大衣的时候，脑子里总会给自己找一个听起来好像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我买下那件大衣。比如说，这么贵的话，应该质量很好，我应该可以穿很久，这样的话我明年就不用再买了。再比如说，女生怎么可以没有一件像样的大衣呢？穿上好的大衣的话，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会高级。可是到了第2年，天天我又没衣服穿了，我根本不会多看那件大衣一眼。所以今天的精致感给你带来的是一种短期的满足，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长期的快乐。因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买一次就够了。而很有意思的就是，人可能会因为买不起而感到忧虑，可是真正富有的人可能会因为没有东西买不起而感到枯燥且乏味。讲到这里，于是我做了一个反向的推论，结果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当人真的变得富有到没有东西买不起的时候，他可能再也体会不到这种稀缺的快乐了。所以这样理解的话，你必须保持穷的状态，才能体会到这种稀缺的快乐。一旦你富有了，你可能真的就体会不到这种快乐了。第2个观点，很多人会说我今天为了精致花在身上的钱是为了投资自己。那我们要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投资和消费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查了一下百度词条，投资也就是 investment 是指投资者当期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而期望在未来能够获得回报。而消费又是什么呢？消费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投资在将来是可能为你产生效益的，而消费是一种纯粹的消耗。我举个例子，今天老王是一个做外贸生意的老板，他的产品很好，他希望可以把他的产品卖到更多的国家。皮卡丘，我明年要把你卖到全世界去，我们一起加油吧。于是老王每年都会给自己花一笔钱和时间学习外语，这种叫做给自己投资。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你今天看到你的同事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于是你也花费了几个月的工资也去买了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如果你因为拿上了这只包让你自信满满，并且每次都能多谈几笔业务，拿了这个包我感觉我气场都变强了，我觉得这种可以算作是投资。如果你买了好几次包都没有明显的让你业务能力更强，就是没有让你产生其他的经济收入或者是增长，这个包就只能算作是消费品。所以当你下次考虑要买包的时候，就不要欺骗自己是在投资了。当然了，既然是投资肯定就有风险，比方说有人希望成为网红，于是他投资自己去整容，他有可能整容失败，也有可能整了也没红，这种叫做投资失败。所以投资前的风险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当你真正决定要为那份精致刷卡的时候，你真的要想想你今天到底是在投资你自己，还是只是在消费。第3个观点，我刚刚说完了精致，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真正的贫穷吧。有一本书叫做《贫穷的本质》，这本书是2019年新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的作品。它的获奖理由是他们以实验性的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很有意思，就是里面有几个典型的实验结果都让人出乎意料，我来引用一下。第一组实验，研究人员随机选定了一些贫困的家庭，以低价卖给他们主粮。按道理来说，同样的价钱，他们其实可以买到更多的粮食，可是实验结果恰恰相反，他们选择购买更少的主粮，而买了更多的鱼和肉，也就是说他们进行了一次小的消费升级。第2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数据，在过去的25年间，印度的贫困人口的收入其实是在提高的，但是他们摄入卡路里的数量却在降低。人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办一个不错的婚礼。这2个实验其实都表明，当穷人突然有了更多的钱之后，他们先是用来了消费升级，而不是把这些钱积累起来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所以在这2个实验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某些人的影子？还有一个实验，卖蔬果的小贩的一天，早上他们会从批发商那里进1000卢比的货，然后加价10%去出售，这样一天下来他们可以赚到100卢比的利润。但是因为其中大部分的小贩他们进货的钱是跟批发商借的，而这100卢比的利润里头要分一半给批发商，他们实际到手只有50卢比，因为相当于他们是借了一笔日息5%的高利贷。日息5%有多高呢？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借的话，1年下来你要还1个亿。为什么他们不存钱呢？明明只要每天存5卢比，在复利的作用下，50天就
就可以让自己不用借款了。于是实验者借给他们$20，也就是1000卢比，看看会不会改善他们的这种困境。可是结果是并不会，他们不会用这笔钱去进货，是因为他们家里的突发状况实在是太多了，比方说生病、亲戚结婚或者其他的一些突发的琐事。于是结论就是穷人是普遍存不下钱的，而当你没有存款的时候，就会陷入稀缺陷阱，你很难去实现一个长期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一个贫穷的恶性循环。而反观今天，就是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精致生活去借各种各样的贷款，或者是刷很多张信用卡，而每天忙着的就是怎么样应付下一次还款日。他们也是存不住钱的。所以这种行为上的相似，其实就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是要跳出穷的这个恶性循环的话，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穷有穷的原因。说完精致和贫穷，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真正富有的人都在想什么，都在做什么。那些企业家，那些明星，比方说马云在种树，比尔盖茨在忙他的慈善事业，他们的人生曾经都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候，而当他们今天的财富值已经到达那个高度的时候，却不约而同的去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去帮助他人和影响他人。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能够给他们带来长期的满足和成就感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帮助他人和影响他人必须要你有非常多的钱才能做到。所以当你了解了真正的穷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真正的富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重新去看待这个题目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话记得特别关注我，不必点赞和收藏，请也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关注我，你会变有钱的。